如果你玩过真人快打，一定不要错过这部游戏改编的电影，因为它真的非常精彩，从头到尾的格斗、酷炫的技能，绝对让你大饱眼福。故事开始，林中小屋发生了一场激烈的大战，半藏的妻儿被仇人活生生的冻成了艺术品。愤怒的他抽出腰间的武士短刀，干脆利落的灭掉了隐藏在周围的5个刺客。他就地取材制作出一根神镖，看上去不起眼的武器，在半藏手中却发挥出了惊人的威力。不到1刻钟，所有的刺客都被清理干净。半藏知道这些人只是炮灰，真正的黑手是有着冰系异能的绝对零度。不愧是真人快打，两人见面直接就缠斗在一起。起初他们旗鼓相当，打得难舍难分，可绝对零度毕竟有着冰属性异能，半藏只是一招之差，不慎被刺中要害倒地不起。等绝对零度离开后，本已气绝的半藏却突然回光返照，他挣扎着爬向木屋，想去救自己的孩子，可最终还是功亏一篑，在木屋门前彻底断气。下一刻，一道赤红的火焰席卷半藏全身，把他带去了地狱。随着一道闪电劈落，一个两眼白光的男人从天而降，他径直走进木屋，从地板下面爆出了一个刚满月的婴儿，救下了地球守护者仅存的血脉。转眼400年过去了，此时的异界蠢蠢欲动，随时准备侵略地球。然而在远古时期，神灵就定下规矩，各个世界之间不得开战，只能通过真人快打1对1的方式解决争端，只要获得10连胜，就可以取得败方世界的统治权。现在地球已经连续输了9次，基本上败局已定。不过一则流传已久的预言说道，半藏血脉觉醒之日，便是异界溃败之时。为了保证自己顺利掌控地球，异界大佬上气，再次派出绝对零度去猎杀半藏的血脉。当天晚上，夏天的纽约街头突然飘起了雪花，桌子被迅速冻结，玻璃上也爬满了冰霜。紧接着绝对零度出现，他双手一挥，雪花违反重力向上飘起，下一秒无数冰雪席卷街头。见此情形，老黑接上阿龙赶紧逃跑。此时的阿龙一头雾水，根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。他注意到老黑的胳膊上也有一个和自己一模一样的龙形印记。老黑告诉他，这不是普通的印记，而是守护者的龙纹。阿龙就是半藏的后代，只有他才有希望打退上气，守住地球。话音刚落，绝对零度就闪现挡在车前，无奈之下，老黑只能下车拖住他。临走之前，老黑嘱咐阿龙一定要去3号大街寻找刀锋索菲亚。这时绝对零度化作冰雾消失，老黑立即追了上去。来到废弃大楼，绝对零度再次出现，老黑迅速向绝对零度扣动扳机，没想到绝对零度发动冰系异能，直接就冻住了射来的子弹，然后一拳打碎散弹枪，轻松就把他扔飞了出去。老黑不甘示弱，立即起身和绝对零度缠斗在一起，可他根本打不过有着超能力的敌人，很快他就被冻碎双臂，生死未卜。与此同时，阿龙已经找到了索菲亚，对方告诉他，龙纹除了天生拥有之外，还可以通过猎杀其他守护者，将其转移到自己身上。老黑身上的龙纹就是这么来的，并且得到了龙纹就必须为地球而战。突然，仓库里的灯全部熄灭，一个可以隐形的蜥蜴人躲在暗处发动了攻击。混乱中，一个身上有龙纹的通缉犯挣脱束缚，他把照明弹插在蜥蜴人的身上，直接让蜥蜴人无所遁形。经过一番激烈的搏斗后，众人终于干掉了蜥蜴人。第二天，3人出发去寻找神庙，传说中那里是守护者的营地。临近傍晚，一个男人挡在了他们面前，他从手中射出火球，把嘴不干净的通缉犯打飞了出去。这个男人名叫刘康，也是地球的守护者。在他的带领下，3人来到了神庙，失踪的老黑也在这里。此时的他已经换上了一双机械手臂。随后，雷电法王开始训练众人，因为只有觉醒了奥义，才能拥有对抗异界的力量。就在这时，异界大佬上气带人杀了过来，法王不是他的对手，只能引动天雷在神庙周围暂时布下结界。现在他必须尽快引导新人觉醒。可经过几天的训练，阿龙和通缉犯依然没有要觉醒的迹象。饭桌上，刘康不停地嘲讽通缉犯。好巧不巧，在愤怒的催化下，通缉犯眼里竟然射出了赤红的激光。第二天，异界的战士再次来到神庙，在他的蛊惑下，通缉犯毁掉结界，加入了异界的阵营。随即，上气再次带人杀进了神庙，众人招架不住，被打得节节败退。通缉犯烧断巨型石像的手，压住了受伤的索菲亚。见此情形，老黑赶紧过去救人，可他那双普通的机械臂根本抬不动巨石。情急之下，老黑竟然也觉醒了奥义，一双机械臂实现了究极进化，变得力大无穷，轻松就能抬起巨石。另外一边，阿龙也遭到4臂巨人的攻击，肉体凡胎的他根本不是巨人的对手，很快就被打得奄奄一息。眼看家人也要遭殃，阿龙终于爆发了，金丝战甲凭空出现，迅速蔓延到全身，全身拥有了可以吸收动能的战衣。反击开始了，只见阿龙将胸口的能量汇集到双臂，2只臂刃逐渐成型，他冲向眼前的4臂巨人，局势开始逆转了。几个回合下来，4臂巨人技不如人，当场饮恨西北。此时，神庙战士被异界打得溃不成军，空间系的守护者更是直接被吸走了灵魂。见此情形，雷电法王施展秘术，把仅剩的守护者传送到介于2个世界的夹缝空间，暂时保住了性命。如果想要守住地球，守护者们必须把敌人分散开来，逐一击破。接下来，老黑去对付异界力士，索菲亚去猎杀通缉犯，阿龙和刘康则去解决拥有空间系异能的闪烁和尖牙女。至于最强大的绝对零度，就留到
到最后合力对付他。就这样，战斗开始了。几个回合后，老黑一拳打断力士的锤子，轻松拿下了第一滴血。另外一边，索菲亚虽然破掉了通缉犯的激光眼，但在格斗方面，他根本不是通缉犯的对手。索菲亚被勒住了脖子，危急时刻，他摸起手边的雕像，全力一击，终于干掉了通缉犯。随后，守护者的力量也转移到了索菲亚的身上。与此同时，阿龙和刘康陷入了苦战，他们的对手机动性太强，很难进行有效的攻击。刘康拼死把闪烁踢进沥青坑里，借此限制住了他的行动能力。紧接着，刘康发动大招，凝聚出火龙，一招神龙祭出，闪烁直接飞灰烟灭。而此时，阿龙已经被尖牙女缠住，落败只是时间问题。幸好关键时刻索菲亚赶到，他发出激光炮，干脆利落地干掉了尖牙女。这时，绝对零度出现在众人面前，他手里还拿着阿龙妻子的头绳。见此情形，阿龙立即追进了传送门。下一秒，他来到了极寒国度，面对绝对零度的进攻，阿龙根本招架不住，就连武器都被冻结了，他的胸口也被冻住。看着被封在寒冰里的妻女，愤怒的阿龙爆发出了最后的力量，他抽出半藏的短刃发动反击，没想到却被对方夺过来，刺向了自己。阿龙只能抓住短刃苦苦支撑。突然，短刀上燃起了赤红的火焰，下一秒，一支箭头洞穿了绝对零度的肩膀，竟然是半藏。原来是阿龙的血把他从地狱里拉了回来。经过地狱之火400年的炙烤，半藏已经变得空前的强大。他张嘴喷出炙热的烈火，彻底终结了绝对零度。手刃仇人之后，半藏化作一团火焰回归了地狱。因为抢救及时，阿龙的妻女活了下来。雷电法王也带着其他的守护者赶到了这里。就在众人团聚的时候，亡灵巫师再次出现。然而现在的他只不过是一个光杆司令。随后法王一招雷电攻击，就将上汽和他带来的小卡拉全部赶出地球。未来将会出现更多的守护者，而主角们的责任就是把他们集合起来，随时为异界大军的入侵做准备。整部影片从头打到尾，紧凑刺激，角色和技能也得到不错的还原，看完还是相当过瘾的，推荐可以看看原片。